我说我把 gay 变成直的或者变成双，这段是怎么搬直？其实我在高中有发生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差点被我们班的男生强暴，我上拿到 B 吧，怎么可能？后来我加勤按摩，然后冰娜那个时候就去体检那个检查嘛，然后护士看到我就这样，你来。按订阅不用钱啦。好想吃啊！嗨，我是 James。大家好，我是人间大起国民阿金台湾范冰冰隔夜饭的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来聊聊我们跨性别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之前是聊聊职业，那这次是想说聊聊一些比我们圈内还要更少数群组，毕竟这比较不是大家会接触到的，而且大家应该蛮好奇的。不管谁去讲什么，不管哪一个族群，多少都会有一些争议上的东西，但是纯粹于我个人的见解跟看法。我想请问一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变 Bad 女 girl 生？吗？我从很小就想当 bad girl，所以你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女生？对，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觉得，啊，我自己应该是个长头发，应该是个公主。我也这样想，自己讲自己的公主。真的吗？我们都是吗？我小时候还偷吃我妈的高跟鞋，而且我都会羡慕同学偷那些贱婊子都可以被男生照顾，我都不行。小时候就有贱婊子这个词吗？没有，自己现在翻译的。我没有这些，不是你没有吗？就是觉得当女生很幸其实福啊。我也想问一下，我觉得啦，我其实同志朋友蛮多的，也是蛮好，有10几年了。我一直觉得吼 gay 小时候都想当女生，对，不是全部，就是其实很多同性在小时候真的都会向往，对，向往自己是漂漂亮亮的。因为我是有奶什么的，我都会把我要塞进奶这边啊。没有吗？所以你是0号？没有，就是没有是想而已。我没有，没有，因为我国中有一段时间是被学长看不喜欢，然后我跟他女朋友玩得很开心。有一次我们就在打篮球，跟他女朋友打篮球，然后他男朋友看我不爽，就是好像对我一些言语或是肢体上的霸凌。哦，我以为他是逼你干嘛？不是，我真的有 gay 的朋友被直男这样子，然后说你帮我睡，不然我就要跟别人讲说你是 gay。反正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有点觉得女生很幸福，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变女生。那你现在是女 T？我现在长成女 T。其实我觉得 gay 很容易有直男迷思，我会沉浸于想要把直男掰弯，然后所以就是会有 gay 的朋友就问我说，那你都跟直男好幸福好羡慕哦。我说拜托你，我求你，真的好好的当 gay 就好，不要想去掰弯直男。我说我把 gay 变成直的或者变成双，但是我在这一段跟几个 gay 交往过后，其实我说真的，我那一段时间都是我最快乐的。比跟异男在一起还快乐。对，因为我觉得 gay 的爱是真的很坦荡的，他比较爱的敢直接一点，敢爱的很明白一点。直男圈你要找到一个真的无所畏惧，要不怕别人跟你闲言闲语，甚至朋友之类的很少。直男会闲言闲语？会啊，他们还是会怕他的朋友说你女朋友是3性吗之类的。那所以因为有跟 gay 交往过，也有跟直男交往过，但是真的跟 gay。可是直男他会很害怕别人对他的眼光，然后他觉得说好，他可以自己承担 ，OK， 一开始他都可以去承担，可是事情永远就是这样，被人家讲久了，心里面都会有疙瘩的，那个疙瘩就会变大之后变成2个人感情上的问题，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男生一点嘞？这样我觉得我可能变 gay， 我可能会比现在更幸福，就会有后悔过其实没有可是也有人问过我说，那你喜欢你现在的自己吗？其实我不懂什么叫做喜欢现在的自己，都是自己选择的啦。对，你要说我很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吗？我觉得也不能说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一直是这样子的过，我也没有特别喜欢自己。你从小一直看的都是自己，你要说你自己爱自己吗？爱自己的长相吗？才会变成这样啊，就是因为爱自己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我本来就长这样。她本来就漂亮。不是，我是说这个过程，你从什么时候下定决心，你觉得要去做手术，变成女生的样子？其实要讲说，因为他说我不是说我去幼稚园的时候觉得要是女生嘛，然后其实我从国小、国中、高中，我就一直就是很女孩子的个性。我跟你讲，我在学校都是跟男生打成一片，然后我都跟女生打架。我跟我们不太一样，跟我们相反呢。我听过其他人都是说跟女生很好，然后我们都是在教室跟女生玩在一起。我是跟女生打架，就约好说等一下隔壁空教室。那男生他会怕吧？没有，我就以前就是那种小乖乖头、妹妹头这样子啊。不对啦，你以前还是男生，所以你不怎么欺负女生。对啊，你好坏哦，你怎么这么过分啊你？我告诉你，我跟你讲 ，bad boy。他们就说我是狐狸精啊，小时候就是狐狸精了。对，然后就是不然就是跟老师很好，然后不然班上男生就是会帮我，就是我被老师记午睡不睡觉记在上面，然后班长会帮我偷偷撒娇那一种，然后风纪股长就是已经快要画到正，然后被老师打的那种阶段的时候，也去帮我偷偷画掉。然后这些都是男生，对，都是男生。他们对你这么好，然后班长会帮我写考卷，他们都是喜欢你的吗？
你小时候就是漂亮的。对，可是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整形，因为我真的从以前到现在，同学每个看到我都说，你怎么天哪，你们还是长这样？可是你以前就是属于人家看到我，人家会说哦，眼睛好漂亮，然后五官很清秀的那一种。对，可爱大眼睛那一种。到了国中开始没有发镜之后，就开始去留长发，然后高中就没发镜。对啊，看我多年轻。我到高中都还在发镜对，然后我高中就开始有留头发，然后接发。接发？对啊，到屁股那种？没有。你现在觉得是美少女战士？是李金敏啊。然后就是以前高中跟国中情窦初开，跟男生都会暧昧，然后男生就会告白说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以前读书时期，男生就把我当女孩子看。他们不会炫富吗？真的把我当女孩子看哦。那我跟你讲，那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小时候就真的可能长得是好看的。因为如果是不好看的，这种人就会霸凌。因为我发誓，真的会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之前还不知道，是因为我有一个 FB 的朋友，我真的不记得他是谁。他就说他突然有一天留言跟我说，你以前在读高中时你超红的，别人学校为了去看你，然后结果还有人在学校帮你撑阳伞。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还有被学校壁咚过强吻。所以那时候还是男，就是已经有在接发了。就是可爱的那种，对，眼睛大大的小冯元珍。那时候有没有被人家讲闲话？你女生有啊，小 S 不是吗？徐志勤那狐狸精那个。那怎么办？吃不到了。哎呦，你说这个吗？我是觉得，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被女生排挤是我的命运，我了解。手放在那儿干嘛？徐志勤最棒了。对，真的不知道大家都讨厌我。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对啊，我是觉得我在学校都没怎么样啊。我跟你讲，真的有女生说你是很像徐志勤。徐志勤很美啊，怎么了？不像你吧？你才是。女生会成群结队，然后就骂我，然后就是排挤我，骂我什么话吧，狐狸精啊。然后甚至其实我在高中有发生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差点被我们班的男生强暴。好。对 ，gay 都是这样哎。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说还好没有成功。为什么还好没有成功？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毕业旅行，其中一个男生是我那一群女生，就是表面跟我很好，然后私底下很讨厌我，就跟他讲说男朋友对我差点对我做什么事情。你的阿男朋友哎？对，重点是这个女生她就是表面就是这样。我一定会弄到她毕业毕不了，我一定能整死她。她男朋友怎么可能会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是隔天去学校看他们两个在那边晒恩爱，然后那边买便当啊，喂你鸡腿，喂我鸡排。然后后来那女生下课就说：“你是不是觉得为什么我跟他现在那么好？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自己勾引他的啦。反正你跟别班的男生那么好。”你知道，其实那阵子我很不想去学校上课。你不会觉得就是已经没能耐啊，才被勾引啊？可是我没有勾引哦。啊，我天生就是个气场像这一样，你就对着女生说。那是因为你长得。对啊，你要不要检讨？你要不要检讨自己啊？不要检讨被害人。但是我后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因为那女生的现任老公也是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现任老公，在那女生已经结婚了。对，而且那个男生他现任老公那时候已经有未婚妻了，他还能从人家手上抢过来。我们知道多爱才是爱，相爱感到实在，是不是？有这句话吗？我都没听过这第二句。还押韵呢。你什么时候做胸部吗？哦，胸部这件事情，其实我在以前就有发育了。我有在支持性激素？没有，那是我其实国小的时候，就是胸部那阵子就觉得哦好痛哦，然后大家在玩趴趴熊了，我以为压在最下面，他就哦好痛啊，然后就回家。因为好痛，因为被人压嘛。不是，确定不是自己痛？真的不是，他们这样玩嘛。那时候好像国小大概4、5年级吧。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邻居好朋友是我的青梅竹马，然后我们就牵着脚踏车走回家，我就说，我觉得我最近胸部痛痛硬硬的，然后就这样啊。恭喜你得了乳癌，然后谁说的？我那个朋友 James 吧。对，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越来越肿，然后我觉得自己快死了，真的得乳癌。我以为你是去做子宫颈膜片。没有，那时候还国小5、6年级不懂，然后后来就听说女生说什么谁在发育了什么，然后我又不敢讲，因为我就是你就是怪怪的啊。对，然后我就用胶带开始粘住，开始束都没有都不太有人发现，就用胶带好像拿到 B 吧，真的。后来我家勤按摩，高中毕业快到 C， 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有收到冰单，然后冰单那个时候就去体检那个检查嘛，然后护士看到我就这样，你来，因为我还穿一个低胸去，那我比我还大，那护士进来就你来，我就这样冰单给他，就这样。你出去。后来就跟我们说，请问你是不是有在服用女性荷尔蒙还是什么？我说没有啊。然后妈妈也跟他聊，然后聊一聊就是说，可能妈妈在怀孕我的过程中，她可能有吃到西药，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药物，可能就去影响到一些染色体的问题，女性荷尔蒙比较高。然后医生说我可能体内有发育不全的子宫，就有点像阴阳人。真的，所以后来有吗？哦，我一直都没有去做检查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检查？对啊，你都做手术了，就是检查。
至少更了解自己。不想面对这个事。对，不想。可是你应该有的话，反而会开心吧？我其实以前很着急的想着说要存钱去变性，但到后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变完了你才爱我，那你是爱我改变之后的样子。我想找一个在我还没改变之前，他就可以很爱我，就真的全心接受你这样。对，那我可能才会去为他这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等到结婚之后才可以做，找到一个爱我这样子。因为你怕现在爱你那个人，如果你喜欢你之后，他可能就变成他喜欢的其实还是女生，他其实不是真的喜欢你。对，我知道喜欢我的男生不少，可是也都是因为外表或者是身材而去喜欢我，所以我一直在找那一个不会用内层的男人。应该总给这可能有点困难。那你是怎么把可以掰直？你要问1号还是0号？都有啊，有啊。那0号怎么办？我是觉得我整天会失言很到底，而且我讲话他明明人很好，因为讲话很容易得罪人。对啊。如果有的话，再跟我讲一下。你床上什么话都跟我讲。这个是怎么分值？他是个纯 gay， 他是非常纯的1号，从来没有跟女生过，也没浓是主流 gay 吗？是主流 gay。有身材吗 ？Yes。还在线上吗 ？Yes。我们认识吗？不认识。现在还在台北。 Big Bird。什么叫 Big Bird？ 大鸟。哦 ，Big Bird。对，因为我原本是在 FB 看到，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帅的男生，好我的菜哦。可是我又雷达很准，就是 gay 呀。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我就说，那谁可以介绍认识？然后就说你不行啦。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是 gay。然后可是后来我就真的不小心就找到他 FB 就加好友，可是他一直都不按接受好友，他可能就是觉得是女生就不想。因为女生加我也不会想理他。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过了那一阵之后，真的好死不死在酒吧遇到，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他觉得我很漂亮，他就说要不要加 FB？ 我说我好像有加你，就直接加你，最尴尬的桥段就来了。对。然后就后来因为加了之后，他就是只要去喝酒去唱歌，他就会问我。后来有时候他会喝醉，然后就跟我说你现在给我过来，我就觉得哦天哪，好 man 的，我中了，对，我就觉得不可能，因为他有男朋友了。有一天半夜，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大奶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家。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找我？”他说：“想干嘛？机会来了，就是这不去怎么可以呢？就是可以教我煮鸡汤吗？你去讲说，你会不会缝这衣服？后来我就去他家，一看到我，他就直接把我逼咚，然后强吻，然后开始一边亲一边脱我衣服，然后我们就像风风雨雨的脱了一个晚上。啊，她男朋友那时候不在，她男朋友他们是远距离，对，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这样子。但是其实那一天就是睡醒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他是叫我赶快起来，你赶快起来，我男朋友回来了。还好吧，第三次男朋友应该感觉没什么。对啊，如果是我看到男朋友家有一个第三性，我就觉得没差。不一定好不好？你要想他是1号，就觉得没差，就姐妹啊。真的要小心我。是后来他跟他分手之后，我们有在一起。好神奇的故事。对，这是多久？在一起几个月。那后来是为什么分手？因为他找到他喜欢的0号。你的表情好烦哦。可是他不是后来变直男吗？他后来也有尝试跟女生交往，所以有成功吗？呀，你是他的启蒙导师。在那以前，他从来没有跟女生。呀，从来没有过。我只能说一件事情，有时候如果你现在很强调说我按 gay、按 T、按 P、按不要说太早。我觉得那很多事情都是你可能没有去见到这个人，或者是他给你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因为可能像有些 gay， 然后就跟我说没办法跟3性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我可能透过朋友介绍完，我们见了面，结果我觉得他我可以，就是真的要见到人，对，真的要见到人那个感觉，我觉得感觉是一个很最棒的东西，很奇妙的东西啊。要亲。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对其他跨性别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想法。什么意思？这题就没了吗？这题就没了吗？不喜欢就不喜欢，拜。到结尾了，有想要把其他人对于跨性别的标签给撕下来吗？我不太喜欢男生可能想来认识我，然后就直接说付费约嘛。可能会有这种人会直接跟你说非常多，然后很多男生就会说你们3性不是就付钱约的吗？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第3性就是商品的概念，就是可以付费。好糟哦！我觉得今天一个人做什么样的工作赚钱，我觉得那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污名化这些。对，我也觉得这样。你说第3性就一定要可以付费约？对啊，就算我要你付得起吗？或许你们可能遇到的跨性别可能是有在做不一样的服务，不是代表每一个3性就是这样子。不应该以偏概全。对，然后再来，我也非常不喜欢一些异性恋者，就说你们 gay， 然后你们跨性别，这样不是很容易什么性病什么杀小我们共同的标签这个就真的是不止跨。我说你要不要？我真的觉得你国小、国中健康教育，你真的给我好好去上健康教育，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还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对啊，真的假的？你健康教育英文老师教的吗？谢谢我们范冰冰来我们节目上分享她的跨性别的故事。如果你觉得你有
什么疑问，然后对于跨性别有什么这样的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然后喜欢影片就帮拜拜。左上角有范冰冰跟 James 的 IG，拜拜。